片神珠。石浩终于反应过来，惊呼道：“是你！”这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劫天教的魔女，和月禅一直不对付的那个。石浩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居然会在这里挖出她来。魔女站在万物土上，看起来特别有风情。她冲着石浩抱怨道：“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，居然摸到我闭关的地方，还想对我图谋不轨！”石浩一脸无奈，这魔女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？魔女解释说，她修炼了一种天功，把法阵和衣服都烧毁了，幸好还有甲胄在。石浩这才发现，魔女以前和他见面都是灵身，这一次才是真身。他忍不住吐槽：“你这骗子，以前都是灵身，还让我占便宜。”魔女却笑嘻嘻地说：“今天才算是我们真正见面，我送你一桩造化，这万物土归你了。”石浩才不信他这么好心，但他也想收走万物土，于是开始用谷鼎收集。可这万物土特别重，石浩费了好大劲才收了一半。魔女见状，主动过来帮忙，还调侃石浩：“当年我送你一个补天教圣女，今天这点小事都不乐意，太没良心了。”石浩气得不行，但还是继续收土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收走70%，发现下面还藏着一个人形轮廓。石浩震惊了，难道下面真的埋着一位仙王？他看向魔女，魔女说道：“别看我，我是为了修炼才躺在地下的，需要万物土护持肉身。”石浩又问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，魔女说他一路追着一个染血的天地母气鼎来到这儿的。石浩一听，立刻想起自己在藏界黑渊下见过的鼎，难道那鼎就在这万物土下面？他一把抓住魔女的手臂，魔女却躲开了，冲他翻了个白眼：“喂，别抓错人，我不是月禅。”石浩愣住了，望着脚下，心里满是震惊。石浩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口母气鼎，没想到他居然就在这万物土下面。他震惊的不行，赶紧看向魔女，怀疑他是不是在忽悠自己。魔女这人太狡猾了，她说的话可不一定靠谱，而且土下面明明是人形痕迹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口鼎啊。魔女却笑得一脸无辜，说道：“骗你有什么好处？”魔女以前总爱穿黑色长裙，特别妖艳，但现在却换上了白衣，气质超凡，看起来仙气飘飘的。石浩忍不住调侃她：“你想抢你对头月禅的风采吗？”魔女却一脸不屑，还问起月禅的情况。石浩心里有点不爽，但还是说道：“月禅当年也不是真身，我们抓到的只是他的次身而已。”魔女故意调侃他，说他当年年纪小，心思却很坏，还拿月禅的事幸灾乐祸。石浩被他气得不行，但魔女却笑得特别开心，还故意问道：“你们真有奸情啊？”石浩气得直瞪眼，魔女笑得更欢了。石浩忍不住调戏她：“其实我对你还挺感兴趣的，要不要投怀送抱啊？”魔女却一脸嫌弃地说道：“小家伙，有多远闪多远。”石浩围着她转了一圈，说：“你身材不错，跟那些正教仙子不一样，风情万种。”魔女却毫不在意，还说要赶紧修行，将来去见月禅。石浩忍不住出手，想抓住魔女，但魔女轻松躲开了。他们也没时间再闹，开始继续挖掘。万物土越来越难挖，最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下面的东西，居然是一副甲胄，看起来很不凡，但里面却没有人。石浩和魔女都惊呆了，这难道是仙王的甲胄？魔女说，这甲胄可能是某个仙道女子留下的，她当年知道自己要死了，就把自己葬在这里。石浩也觉得有道理，但心里还是有点疑惑。魔女看上了这副甲胄，石浩也没跟她争，反正他自己也有一副破烂甲胄，说不定跟雷帝有关。就在这时，甲胄突然发光，飘出一些光晕和雾霭，像是有人在这里散掉了。石浩和魔女都吓了一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石浩猜测，这可能是那位仙道女子选择了冰解，回归天地，而不是留下一退。魔女感叹说，可惜了，这么厉害的人就这么死了，连名字都没留下。石浩却更关心那口母气鼎，问魔女到底怎么回事。魔女说，她确实看到那口鼎飞到这里，但后来就不知所踪了。石浩相信她没撒谎，因为只有亲眼见过那鼎，才能描述得这么清楚。他们继续挖掘，想把剩下的万物土都收起来，但挖到最后，他们发现了一滴血。这滴血鲜红透亮，散发着惊人的威压，让石浩和魔女都倒退了好几步。这血虽然无害，但那种威压却让他们感到恐惧。魔女说，这滴血她见过，就是那口母气鼎上的血。石浩用天眼通去查看，却发现看不透这滴血，它被混沌气包裹着，里面藏着什么秘密根本看不出来。突然，这滴血散发出更强大的气息，震得虚空都要崩塌了。石浩和魔女都惊呆了，这到底是什么人留下的血？石浩心里想，这人的实力说不定能比肩柳神。魔女也震惊了，说这滴血的主人可能是为了修养，才把自己藏在这万物土里。石浩问魔女有没有见过鼎的主人，魔女却说不太清楚，第一次看到时像是个女子，后来又像是个男子。他说那鼎很诡异，像是穿越了古今未来，让人看不清真相。就在这时，那滴血突然爆发出更强大的波动，里面传来阵阵喊杀声，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征战。石浩眼前一花，看到一个男子的身影，傲然屹立，仿佛在跟他对视。石浩心里一震，这人看起来像是一尊天帝。下一刻，
10号身上也腾起一股气势，和那男子对峙起来。魔女被震得退了好几步，她惊恐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靠近，那种气息太恐怖了，连天神都要跪拜下去。10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。前方有个模糊的影子，是个男子，傲立在天地间，头上还悬着一口鼎，闪着各种光芒。这男子好像在和10号跨越万古对视，眼神深邃，好像要传递什么神秘信息。10号急得不行，但就是看不懂对方想说啥。突然一声钟响，仿佛把时间长河都震了一下。画面里出现一口大钟，还有个人盘坐在那里，背对着众生，正施法把一口鼎推入通道，时光碎片像雨点一样洒落。10号瞪大了眼睛，心想：这鼎就是眼前的鼎吗？接着一位绝代风华的女帝出现了，手里拿着仙器，光芒四射，也朝着通道出手。10号又看到一个人，长得像曹雨生，但更胖，是个道士，也在帮忙。这场景太诡异了，10号眼睛都看疼了。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口鼎，还有个模糊的天帝站在鼎下。那天帝威风凛凛，诸天神魔在他面前都显得渺小，全部要跪下叩首。10号忍不住大喊：你想对我说什么？他觉得这个人肯定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他，但就是没办法开口。魔女也被这场景镇住了，被一股力量推到远处。他心里想，这人也太强了吧，完全超出我的想象。10号却不受影响，好像对方还想和他交流，但就是没办法说出口。最后喊杀声和画面都消失了，那男子和鼎化成一道流光消散了。10号伸手想去碰那滴血，但这血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怎么也碰不到。魔女提醒他小心，10号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。魔女灵机一动，说道：用万物土试试。10号拿出古鼎，里面装着宝土，结果那滴血真的动了，一下没入万物土里，消失不见了。10号小心翼翼地收起古鼎，心里觉得这滴血太重要了，一定要好好保管。魔女问10号刚才有什么感悟，10号随口说：老天让我收了你这妖女。魔女气得直骂：去死！两人又在这片谷地里采了一些圣药，准备离开。路上遇到雷电群，10号大言不惭地说：我乃天地降世，这些雷电算什么？结果一道闪电劈在他脸上，把他劈得焦黑一片，狼狈不堪。魔女笑得不行，调侃他脸皮厚。10号运转柳神法恢复正常，带着魔女继续往外闯。魔女问10号：你这3道仙器是怎么修出来的？10号笑着说：想知道？给我当几年丫鬟，我教你。魔女白了他一眼，催促快走。2天后，他们来到天神树所在的谷地。魔女看到天神树，眼睛都红了，和10号抢了起来。10号把万物土交给天神树，树缩小后扎根其中，显得特别舒坦。魔女不甘心，赖在10号身后不走。回到小千世界后，10号调侃魔女是否愿意当丫鬟，魔女气得直跳脚。突然天地巨震，仙谷的小千世界都不稳定了。一位原住民说，外界的教主马上就要进来了，仙谷要变天了。10号心里明白自己该做出选择了。他知道离开时会有危险，但仙谷大裂缝破开时就是脱困的机会。他决定联合仙谷的教主战个痛快。与此同时，外界也不平静。一群神秘访客来到3000州，其中一个年轻人出手横推3000州的天神，无人能敌。上界的天神们愤怒不已，但访客中也有至强者。上界的天神们说道：六冠王、谪仙还有荒，只要出来一个就能败你。但3000州的修士们沉默了，荒还能出来吗？那些教主会放过他吗？突然一把铁剑横空出世，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沧州。这把剑斩断了苍穹，仿佛一道不朽的仙光撕开了永恒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撼到了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到底是谁出的手？很快大家就反应过来，这剑是沧州的剑王穆铁出的。他是3000州有名的剑道天神，修炼这么多年都快触摸到更高境界了。这一剑下去，整个沧州的高手都感应到了，心里暗暗惊叹，不愧是剑王啊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一战刚开场就结束了。只听咔嚓一声，剑光崩碎，铁剑直接折断，还带着血从天上掉下来。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，半截铁剑插进了穆铁的胸膛，他整个人从天上坠落。这穆铁也败了。人群里一片叹息，大家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这些域外来客太强了，简直不是人啊！3000州的天神们一批批地败下阵来，根本没人能挡住他们。最厉害的天神也接不下对方10招，这太夸张了吧！天上一个年轻人冷淡的开口：真是无聊，什么沧州第一天神，什么剑道王者，不过如此。他头上大道花瓣飘落，仙气十足，那气势让人看了就自卑。我都等了这么多天了，你们那些天纵奇才怎么还不出来？什么谪仙荒的，到底有多厉害？他背着手，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他身后还有4个年轻人，男的像龙，女的像凤，个个精气神十足，气质超凡。他们看起来很年轻，但实力绝对不简单，
比一般的天神强太多了，太弱了。一个女的摇头，一脸轻视的看着上界的天神们：“你们太自负了。”3000州的天神们一个个气得脸红，被人这样看不起，谁能受得了？那就找个能和我们一战的人啊！整个3000州连半个都没有，这已经不是弱能形容的了。你们太渺小了。另一个年轻男子开口，他额头上还有5色神角，看起来霸气十足。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：“要是叶公子在就好了，他一定能挡住这些家伙。”叶公子是叶姓地族的绝艳人物，据说实力超强，能和传说中的叶千羽至尊比肩。可惜他现在去探访仙道遗迹了，跟外界完全隔绝。什么叶公子？如果他真的那么强，早晚会见识到的。天上那个叫林天的年轻人不屑一顾，觉得3000州的天神根本就是摆设。哼，别小看叶公子，他和叶千羽至尊有关系，等他回来，你们就知道厉害了。有人在暗中冷笑。此刻所有人都恨不得立刻请出仙谷里的那些天才，比如10号。被这些域外来客这么鄙夷，实在让人受不了。10号的实力大家都知道，他踏足圣迹领域，能比肩天神，绝对有和这些域外强者一战的实力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有老天神忍不住问。你们忘了过去，连自己身在何方都不知道，真是可笑。一个美丽的少女开口，她头上也有大道花瓣，看起来仙气飘飘。3000道州的人都遗忘了过去。一个中年人开口，他的眸子里仿佛藏着宇宙星河，气势吓人。什么3000道州？我们只叫上界3000州。有人反驳：你们的祖先不过是逃到蛮荒星辰上的生灵罢了。中年人冷冷地说，显然对这些人的无知很不屑。天地本是圆满的，但仙谷纪元一战被打成了9天10地。另一个中年人开口，声音里带着寒意：上界3000州只是10地中的一地，名叫3000道州。9天10地，所有人都懵了，这名字太陌生了，大家平时都只当是个虚称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3000道州曾经很强盛，但现在没落了。中年人叹了口气，昔日的至尊们用3000道则镇压边荒，可现在看来，大劫还是会从边荒开始，到时候拿什么去抵抗？你们在危言耸听吧？有人不信，仙谷纪元的敌人太可怕了，连真仙都覆灭了，天地都被打碎了。中年人说，那些敌人不属于圆满的天地，只能从边荒闯入。3000道州完了。另一个中年人摇头，我们来此是想挑选可用之人，培育一批年轻人去更深层次的修行，但看来很难找到几个合适的。9天10地最近有了大动作，其他天地都开启了古传送阵。他继续说，9天中最强大的几层天，甚至要建五府和仙院，选拔最强的年轻强者去深造。天神书院、圣院，9天10地共有10几届，有些自古鼎盛至今，3000道州的天才根本没机会出头。中年人的话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9天10地，这得是多么浩瀚的世界啊！人们心里震惊不已，这些消息太让人难以消化了。要变天了，3000州已经够大了，但只是其中一届而已，还有更多恐怖的古界。有人擦着冷汗，心里发慌。9天10地齐聚，组建书院，选拔出来的最强天神会有多逆天？人们不寒而栗，心中巨震。在仙谷一地，10号和魔女一路走来，吸引了无数目光。魔女好奇地问10号：“你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？怎么感觉大家都有点怕你？”10号自恋地回答：“我可是举世无敌，天下第一，他们这是尊敬，是崇拜。”魔女不屑地反驳：“别自恋了，我听到有人在骂你，诅咒你这个魔王呢。”魔女的巴识敏锐，她知道这些生灵对10号的敬畏背后隐藏着恐惧。魔女穿着雪白的衣裳，黑发垂到腰际，肤色晶莹，容貌倾国倾城，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。10号调侃远处的几只金色古猿，问他们是不是想进献猴脑。古猿们吓得面色苍白，立刻逃走。魔女忍不住感叹：“看来你在仙谷的名声可不小啊，随便吼一嗓子就能吓跑一群神猿。”10号却毫不在意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杀出来的威名。当初7大天神来杀我，结果全被我送下地狱。”魔女起初还不信，但看到越来越多的修士对10号敬畏有加，甚至远远避开，她意识到10号的名声确实非同小可。他们遇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，包括3000州的天才和魔女的熟人。魔女把几个熟人叫过来，想打听一下10号的真实情况。那些人见到10号，神色僵硬，不敢多言。魔女好奇地问：“你们这么怕他，不就是修为强一些吗？难道他还真会吃掉你们？”其中一人暗中传音警告魔女：“圣女，他真的会吃人，你赶紧离他远点，不然说不定就危险了。”魔女这才意识到10号在仙谷的名声已经到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地步。他不仅杀死了天神，还把各种强大的一种烤熟吃掉，这让所有人都对他又怕又恨。魔女问10号：“你从天神身上都得到了什么宝贝？要送我几件吗？”10号却调侃说：“可以请你吃一顿大餐，天神肉味道不错。”他们没有在这里久留，因为10号知道仙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。横贯仙谷的虚空大裂缝越来越大，
所有人都感到不安。石浩回到魂岛，召集了曹雨生、小兔子、长公岩等一众熟人，商量对策。他决定再次渡劫，为仙谷的强者们化解诅咒。石浩找到几位教主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想通过渡劫引动雷电，获取雷结液，为众人带来希望。教主们虽然震惊，但也看到了机会。石浩的劫难是最强天劫，但他有信心再次渡劫成功。数日后，仙谷震动，石浩开始渡劫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他居然敢再次渡劫。魔女也惊呆了，这简直是活腻了。然而，石浩成功渡过了劫难，虽然没有得到雷结液，但他的潜力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。就在这时，宁川也开始渡劫。石浩抓住机会，不顾伤势，冲向宁川所在的区域。他要抢夺宁川的雷结液，顺便解决这个对手。宁川怒吼：“最血后代，你敢！”石浩却毫不畏惧，两人在雷劫中展开了激战。石浩祭出鼎，抢夺雷结液，宁川则拼命抵抗。两人在雷劫中厮杀，宁川原本风神如玉的外表，此刻变得狼狈不堪。石浩却越战越勇，因为他已经夺到了部分雷结液，底气十足。在天劫中，石浩与宁川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。石浩施展轮回拳，拳头发光，时光碎片飞舞，击穿天地，逼退闪电，带着秩序神链向宁川攻去。宁川则施展天图断骨经，背后天图展开，化作宇宙星空，试图截断石浩的攻势，并用星辰攻击石浩。石浩不惧，以轮回拳击碎星辰，继续进攻。宁川发动展开云天破九霄，天图内的星河化为星空神剑斩向石浩。石浩肩头受伤，但他凭借强大的恢复能力迅速愈合。与此同时，宁川被石浩的轮回拳所伤，出现白发和皱纹，身体衰老。石浩的攻击越发猛烈，踩碎星辰，向宁川发起狂暴的进攻。宁川不甘示弱，施展天图镇压，将宇宙星图化作巨掌压向石浩。石浩被击飞，吐血受伤。然而他迅速稳住身形，演化鲲鹏极尽奥义，以鲲鹏法印反击，再次击伤宁川。宁川施展麒麟拳，释放出强大的麒麟宝术，与石浩的柳神法、轮回拳和雷帝拳对撞，引发第10层雷霆海暴动。斩仙台的剑气也横扫天宇，双方陷入险境。最终，两人同时施展无上秘法，石浩的8、9天宫和宁川的9、5至尊天宫，释放出所有最强宝术。战斗结束后，两人浑身破败，石浩坐在雷池前收取雷结液，而宁川因伤势过重，战力锐减。宁川愤怒至极：“我要杀了你！”宁川怒喝，浑身精气滚滚，燃烧了起来，再次杀去。石浩冷笑：“我也想彻底结果你的性命。”收好雷结液，直接就向宁川扑杀而去。宁川驾驭白麒麟，气势汹汹地冲向石浩。他身为6冠王，6世无敌，却被石浩抢走了雷结液，愤怒至极。石浩则化身为鲲鹏，金光万丈，迎面冲去。两人在天劫中展开惊天动地的对决，神力无匹，法则交织，鲜血四溅，震撼天地。与此同时，天劫结束，各方教主也按捺不住，纷纷出手争夺雷结液。银血魔术、斑斓巨虎等强者联手攻击石浩，而八臂魂族、利人族等则全力守护，双方展开激烈混战。教主们的出手引发天崩地裂，普通人只能远远躲开，惊恐地目睹这场绝世争锋。石浩与宁川的战斗愈发激烈，两人施展各自最强的宝术，拳掌相交，符文如潮，杀得天崩地裂。石浩的轮回剑与宁川的麒麟杖对轰，精气神与意志的比拼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石浩越战越勇，而宁川则因失去雷结液而逐渐处于下风。关键时刻，石浩施展法力免疫，使宁川的宝术瞬间失效。宁川惊慌失措，而石浩则趁机发动鲲鹏拳，将宁川打得横飞出去，重伤吐血。紧接着，石浩又以雷帝宝术轰击宁川，将其打得焦黑干裂，伤势惨重。宁川在绝境中动用了真仙手骨，强行破除了石浩的法力免疫，但这一举动也让他自身承受了巨大的负担，手臂折断，精气近乎耗尽。他意识到自己大意了，只能借助手骨的力量强行突围，击穿天地逃走。石浩紧追不舍，一路追杀宁川，震撼了整个仙谷。宁川的败北让所有人都意识到石浩已经崛起，无人能挡，他的力量足以横推仙谷，成为这一代的绝巅人物。